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体里或许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它默默承受着每天的疲劳轰炸，却很少向你示警。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这个隐形杀手就是我们的肾脏。许多人保养肝脏，护卫养肠，却往往忽略了肾脏这个沉默的英雄。想象一下，你家中有一台24小时不歇息运转的过滤器，日复一日净化着水源，你却从未清洗保养它，坑久而久之，它会不会堵塞故障？我们的肾脏正是这样一座为生命不停工作的污水处理厂，如果不爱惜，它迟早有罢工的一天。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身体的解毒工厂，但其实肾脏才是人体真正的清道夫，每天将血液中数以百计的代谢产物和毒素过滤排出。2颗小小的肾脏每天要过滤约200公升的血液，将其中废物与多余水分制成尿液，约 1.5 公升尿液被输送到膀胱，准备排出体外。肾脏如此辛勤工作，却从不喊累，它们默默无闻地维持着体内环境的洁净与平衡。然而，正因为肾脏太过低调，许多人忽视了对它的保养。肾脏有惊人的代偿能力，就算功能悄悄失去 70%， 我们可能仍感觉不出异常。因此，慢性肾脏病往往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指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通常已到了肾功能严重受损的后期，错过黄金干预期。我们身边的例子并不少，有人平日不觉有恙，一发现就是尿毒症，得立刻洗肾，甚至有40出头的年轻人，就因长期三高失控或乱吃偏方把肾搞坏，不得不踏上透析之路。一旦肾功能衰竭，需要终身规律透析，也就是所谓的洗肾。台湾目前洗肾人口已超过8万人，比例居全球之冠，而且年轻化趋势令人担忧。在透析中心里，30-40岁的病患已不罕见。洗肾对生活品质的影响极大，病人每周得接受透析2至3次，每次躺在医院病床上4小时，透析过程既耗时又虚耗体力，透析后常常感到头晕疲惫，仿佛被抽干的精力。此外，洗肾患者饮食处处受限，水不能多喝，很多美味水果也因钾含量高而被禁止，就连出远门旅行都困难重重。有位洗肾多年的先生形容他的日常，每周3次被机器换血，每次回家都像跑完马拉松一样虚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等到肾脏报警，走到洗肾那一步才追悔莫及。预防胜于治疗可以现在就开始爱护肾脏，为时未晚。能不能在肾脏坏掉之前替它减减负担，清清常年累积的毒素呢？市面上虽然充斥各种排毒养肾产品和偏方，但有的人乱吃来路不明的药草，反而吃出肾病。其实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了平价又有效的肾脏清道夫，它们不是昂贵难求的补品，也不是苦涩难以下咽的草药，而是每天早上都买得到、吃得起的3种平凡水果。没错，这些看似普通的水果，却蕴藏着神奇的护肾力量。如果我们养成晨起或早餐食用它们的习惯，就能润物细无声地排出多年来在肾脏累积的毒素，让你的肾脏一天比一天年轻，有活力。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吗？别怀疑，医学研究和专家经验都支持这样的养肾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晓这肾脏清道夫3剑客是哪3种水果，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替你的肾脏来一场温和而彻底的内部大扫除。首先登场的是家喻户晓的水果之王苹果。俗话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老话在肾脏保健上也特别适用。苹果看起来不起眼，价格实惠，但它其实富含对肾脏有益的营养素。苹果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果胶，就像一把温柔的扫帚，深入我们的肠道，把一些毒素、垃圾扫地出门。这些纤维能在肠道中吸附胆固醇、多余的脂肪和代谢废物，避免它们被肠壁再吸收入血，等于是替肾脏拦截了一部分垃圾，减轻了肾脏过滤毒素的压力。可以说，每天吃1颗苹果就在帮肾脏分担工作，效果可是实实在在的。更厉害的是，苹果富含的有机酸也是肾脏的好帮手，其中一种叫苹果酸，因最早从苹果中提取而得名。
另一种叫酒石酸。苹果酸主要存在于苹果和梨等水果中，酒石酸则大量存在于葡萄。肾脏科医师陈彦成曾指出，苹果酸和酒石酸有助于加速分解油脂，促进食物消化，同时帮助肾脏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毒素。想想看，如果前一天我们大鱼大肉吃了很多油腻食物，隔天早上咬一颗苹果，其中的苹果酸就仿佛肠胃的催化剂，帮助分解油脂，减少废物产生。而苹果本身水分足，钾离子含量适中，还有温和利尿的作用，使你更顺畅的排尿，把体内过多的钠和水分带出体外，对于容易水肿的人特别有益处。难怪有人称苹果是平民的排毒药，便宜又有效。苹果还蕴藏多种抗氧化物质，例如维生素 C 和多酚类，如胡皮素、酚酸等。别小看这些抗氧化营养，它们能保护血管内皮，减轻发炎反应，对肾脏密布的微血管同样有保护作用。当我们吃下苹果等富含抗氧化物的水果，有助于中和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减少肾小球细胞因氧化压力受损的机会。尤其对有慢性肾病的人而言，体内往往存在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加速肾功能恶化。而苹果提供的天然抗氧化剂正好可以帮助对抗这些有害因素，可谓潜移默化的在保护肾脏。值得一提的是，苹果的矿物均衡，钾含量适中偏低，相较于香蕉、橘子等水果。这意味着即使对需要限制钾摄取的肾脏病友，苹果通常也是相对安全的水果选择。一颗中等大小的苹果约含150毫克钾，不算高，而钠和磷含量更是几乎为零。因此，肾功能不全的人也常被营养师建议每天来一颗苹果，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肾脏负担。对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大可放心将苹果列为每日的水果首选之一。还有研究显示，以苹果为代表的多蔬果饮食对肾脏有明显益处。2024年有项研究把慢性肾脏病患者分成3组，一组在既有饮食基础上每天额外增加2到4份的新鲜蔬果，包括苹果在内的多种水果。第2组则服用简化身体的药物碳酸氢钠片。第3组维持原有治疗不变。结果5年后发现，增加蔬果的一组肾脏功能恶化的最慢，尿液中的蛋白指标下降，连带着血压、胆固醇和体重都得到改善，而对照组肾病则持续进展。这说明什么？说明每天1颗苹果加充足蔬菜，对维护肾脏健康的效果竟不亚于服药治疗干预。由此可见天然食物的威力。所以从现在开始，不妨养成早餐或上午吃苹果的习惯，给你的肾脏加一道健康保护盾。小贴士，在挑选苹果时，略带酸味的苹果，如青苹果，通常苹果酸含量更高，排毒效果可能更佳。如果能接受微酸的口感，不妨偶尔选择青苹果。还有建议苹果连皮一起吃，因为苹果皮中聚集了大量多酚和纤维，有额外的营养价值。但务必要将苹果清洗干净，去除表面残留的农药蜡质。如果担心农药，可以削皮后食用或选购有机苹果。接下来亮相的是晶莹剔透的葡萄。香甜多汁的葡萄不仅讨人喜爱，其实更是护肾的高手。特别是红葡萄、紫葡萄品种，包括葡萄干，营养价值极高。首先，葡萄富含前面提到的酒石酸，吃下一串葡萄，这些有机酸同样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减少废物在体内滞留。此外，葡萄本身含有丰富的水分和钾离子，具备天然利尿的效果。很多人可能有经验，吃了很多葡萄后会觉得口渴，想喝水，接着排尿次数也增加了。没错，葡萄能帮助我们多排尿，把身体多余的水分和盐分排出体外。对于平常口味较重、摄取盐分多的人，葡萄简直就是美味的排钠小能手，可以在享用美食的同时，顺便把多余的钠给带走。除了利尿效果，葡萄更大的贡献在于提供大量抗氧化营养。葡萄皮和葡萄籽中含有著名的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以及各类型黄酮和花青素。白藜芦醇是红酒中备受推崇的健康成分，能对抗自由基，减少发炎，在心血管保护方面表现突出。而对肾脏而言，这些抗氧化物质同样是宝贝。
慢性肾病患者常伴随慢性发炎和组织纤维化。研究发现，白藜芦醇有助于抑制肾脏的发炎反应，减缓肾脏纤维化进程。某些动物实验的结果更是振奋人心。科学家让实验鼠长期食用葡萄粉，结果这些老鼠的肾组织纤维化明显减轻，肾小球结构更完整。也就是说，长期吃葡萄有助于保护肾脏，减少组织硬化。虽然这是动物研究，但从侧面印证了葡萄的肾脏保护潜力。从临床观察来看，葡萄的益处还不止于肾脏本身，肾脏和心脏的健康息息相关。所谓心肾相连，心脏病人往往肾脏也不好，肾病又会反过来加重心脏负担。而葡萄对心血管的好处众所周知，它能降低坏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促进血管扩张，使血液循环更顺畅。肾脏其实是一团精细的微血管球体，良好的血液循环是肾功能的基础保障。所以吃葡萄不仅直接滋养了肾脏细胞，还通过改善心血管健康，间接保护了肾脏的供水管线。尤其对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来说，葡萄是很好的替代零食，它的升糖指数低于许多糕点，富含的多酚还有助于改善葡萄糖代谢，比吃甜点来得健康。每次一小把葡萄约15到20颗就能满足口腹之欲，同时摄取到有益成分。葡萄甚至在传统医学中也享有盛誉。中医认为葡萄有补肝肾、益气血、生津液的作用，用于肝肾阴虚所致的贫血乏力颇有疗效。虽然理论体系不同，但现代营养学的分析发现，葡萄确实含有铁质和多种维生素，可以帮助改善贫血，增强体力。这与补血强肾的说法不谋而合。当然，吃葡萄也要适量，葡萄含有果糖，热量不可忽视，过量摄取可能引起血糖波动或发胖。对一般人来说，每天或隔天吃一小串葡萄是比较适宜的量。如果实在喜欢，多吃了几颗也没关系，但要相应减少其他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来平衡。还有一点小建议，尽量连皮吃葡萄，甚至葡萄籽也可以适度咬碎一起吃。如果觉得可以接受的话，因为葡萄皮含籽里的抗氧化物质含量最高，如果怕消化不良，可以选择无籽葡萄，更省事。葡萄干则是葡萄的浓缩形式，保留了大部分抗氧化成分，也是不错的零食。不过因为糖分浓缩，几颗葡萄干就相当于一串鲜葡萄的糖量，所以务必少量取食，一点一滴的持续摄取葡萄的营养。长期下来，你会发现精神更好了，皮肤气色红润了，甚至尿液都更清亮了。那正是肾脏受益于葡萄的明显迹象。最后压轴登场的是金黄酸爽的柠檬。一提到养肾，许多人没把柠檬联想在一起，但其实柠檬才是真正能溶解肾结石的大功臣。肾脏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有一个潜在威胁，就是形成肾结石。饮水不足、高蛋白、高盐饮食、遗传体质等，都可能让肾脏的废物浓度变高，逐渐结晶，沉积成为小石头。一旦结石卡在肾脏或输尿管中，产生的剧痛可谓让人冷汗直流。而柠檬富含的柠檬酸就是肾结石的克星。每天早上喝一杯温热的柠檬水，摄取足量的柠檬酸，这种物质在体内代谢后转化为举元酸盐，并经肾脏排出。举元酸盐会和尿液中的钙离子结合，形成可溶的复合物，让草酸钙不易结晶沉淀。简单说，柠檬酸就像强力清洁剂一样，能溶解并预防肾脏管道里的结石水垢。有研究指出，每日摄入柠檬汁的人，尿液中的柠檬酸盐浓度明显提高，长期下来可使肾结石形成率降低近 20%。 许多泌尿科和肾脏科医生都建议结石患者养成喝柠檬水的习惯，甚至将其称为天然的柠檬酸治疗法。对那些容易反复长结石的人而言，柠檬水几乎是简单又有效的预防处方。柠檬不仅防结石，还富含维生素 C， 这是另一大助力。维生素 C 能增强免疫力，让我们不容易受到感染。对肾脏病人来说，抵抗力下降容易诱发各种并发症，像尿路感染会加重肾脏负担，而保持充足的维 C 有助于降低这些风险。此外，维 C 本身也是抗氧化剂，能保护肾脏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
虽然末期肾衰竭患者需要控制维 C 摄入量，以免造成草酸累积，但对一般人或轻中度肾病患者而言，每天从柠檬等水果获得天然的维 C 是安全且有益的。柠檬还含有适量的钾和镁，有助于维持电解质平衡，降低血压，这些对肾脏也都是正面因素。或许有人担心柠檬太酸会伤胃，其实在早晨起床后空腹饮用一杯温柠檬水，由于水是温的，对胃部刺激很小，适度的柠檬水反而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顺便清洗一下经一夜运作后的消化道。同时，经过一整夜睡眠，我们的身体处于轻微缺水状态，肾脏中积存了一夜的代谢废物正待排出。这时一杯柠檬水下肚，不但补充了水分，还提供了柠檬酸这个肾脏洗涤剂，可谓一举两得。许多养生专家都推荐晨起第一杯水加点柠檬汁，就是基于这个道理。长期坚持，你或许会发现尿路结石不再光顾，排尿也更顺畅了，整个人觉得神清气爽，这就是柠檬在发挥它的奇效。当然，柠檬的酸味不是人人爱，如果觉得空腹喝太酸受不了，可以在早餐时再喝柠檬水，或将柠檬汁用更多温水来稀释，减轻刺激。同时也可以加1小匙蜂蜜调味，既增加口感又补充点额外营养。但糖尿病患者就不要加蜜了。除了柠檬，其他富含柠檬酸的柑橘类水果如柳丁、葡萄柚等也有类似效果，可以和柠檬交替食用，补充维 C 又防结石。不过要注意，葡萄柚会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例如降血脂药。服药中的朋友请先咨询医师再使用。综上所述，苹果、葡萄、柠檬这3种平凡水果各有其独特的清肾本领。苹果的纤维含苹果酸，帮你扫除肠道毒素，减轻肾脏负荷。葡萄的水分含多酚，促进排尿并修复肾细胞。柠檬的柠檬酸溶解结石，防止废物沉积，再加上维生素 C， 提升免疫，守护肾脏。它们价格实惠，取得方便，堪称肾脏最忠实的清道夫伙伴。当然，吃这些水果并不是要你一次抱着3大盘狂吃，把它们当成灵丹妙药，而是贵在持之以恒。建议每天早上选择其中1-2种水果来食用，或几种轮流搭配。例如，今天早餐咬1颗苹果配燕麦粥，明天喝1杯蜂蜜柠檬水，再吃10来颗葡萄，后天则来一份苹果葡萄水果沙拉。如此变换搭配，既不会腻味，又能均衡摄取多种营养。日积月累，你的肾脏会在不知不觉中轻松起来，而你自己也将从各种细微的改善中真切感受到肾脏正在一天天变年轻。顺带一提，除了上述3味水果工程，还有几种肾脏的好朋友值得认识。例如蔓越莓，其中的原花青素可以防止细菌粘附在泌尿道上皮细胞上，预防膀胱炎，进而避免肾盂肾炎。蓝莓、草莓等莓果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C， 有助减轻肾小球的氧化压力。樱桃含花青素且钾含量高，适量食用有助消炎并促进尿酸排泄，对痛风和肾脏保养都有益处。夏天的西瓜则是清凉利尿的佳品，大量水分和钾离子能帮助排尿，避免结石形成。不过西瓜含糖也不少，吃多了血糖会飙，肾不好的人更要节制。一言以蔽之，各种新鲜水果适量摄取，5颜6色均衡搭配，对肾脏都有正面作用。但我们特别强调苹果、葡萄、柠檬，是因为它们实在随手可得，而且效果突出。千万别忽略了身边这些平凡的水果力量。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水果如何充当肾脏清道夫，那么除了饮食，我们自身的生活习惯也同等重要。接下来就谈谈护肾的黄金法则。只有把良好习惯和上述水果结合起来，内外兼修，才能真正把肾养好，远离肾病甚至洗肾的命运。要知道，一旦踏上洗肾这条路，就等于背负沉重的枷锁。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肾功能，遵循健康之道，防患于未然。以下是国际肾脏医学会倡导的护肾8大黄金守则，大家不妨对照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第一条，充足喝水，不憋尿。水是最天然的肾脏清洁剂，平时应主动饮水，
不要等口渴才喝。一个成年人建议每天喝约2000毫升水，依个人体型、气候及活动量调整，才能保持尿量充足，帮助冲刷肾脏和尿道。充足的水分会稀释尿液中废物浓度，减少矿物结晶沉积，也让代谢毒素更快排出体外。当然，这里指的是白开水或淡茶水，而非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不仅热量高，含磷和添加剂也多，容易加重肾脏负担。尤其杨桃汁对肾病患者有神经毒性，更是禁止饮用。还有一点要牢记，千万不要憋尿。憋尿会让尿液中的细菌有机可乘，引发膀胱炎，甚至上行至肾脏，导致肾盂肾炎。养成有尿意就尽快如厕的习惯，给肾脏减压，也是保护肾脏的重要一步。第二条，低盐均衡饮食，保持健康体重。饮食习惯直接决定了肾脏每天面对的工作量。首先，盐分要少。现代人普遍吃太咸，过量的钠会导致血压升高和水分滞留，加速肾小球硬化。建议成年人的每日盐摄取量不要超过5克，约相当于1瓶茶匙的盐。烹调时少用盐酱，多以天然香料提味。其次，蛋白质适量。高蛋白饮食会产生较多含氮废物，加重肾脏的过滤负担。如果没有肾病，高蛋白也需适度，切勿长期摄取过量。已经有肾功能减退迹象的人，更要在医师指导下限制蛋白质摄入量，以延缓肾衰进展。平常多吃蔬菜水果，适量全谷杂粮，搭配优质蛋白、鱼肉蛋豆，少油少糖少盐，才能维持理想体重。肥胖会使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增加肾脏负担，也是诱发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温床。控制体重在健康范围，就等于从根本上降低了肾病风险。第三条，控制三高血压、血糖、血脂。临床统计显示，超过60%的洗肾患者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病史，可见高血压和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一定要积极控制血压、血糖，把三高管好。高血压患者务必要按时服药，并控制盐分摄取，将血压稳定维持在正常水平。糖尿病患者则需严格控糖，勤测血糖，并规律追踪肾功能。因为糖尿病肾病常在血糖失控数年后悄然发生。此外，高血脂也要留意，否则动脉粥样硬化会减少肾脏供血。透过饮食、运动和必要的药物，将三高控制住，肾脏才有机会长保年轻。换句话说，如果能把三高管理好，你离洗肾就远了一大步。第四条，规律运动，增强体质。别以为运动只是为了瘦身心肺，其实肾脏也爱运动的人。适度的有氧运动能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包括肾脏在内的脏器都会得到更充盈的血流灌溉，肾单位代谢废物被带走得更快。同时，运动可以帮助降低血压、稳定血糖、控制体重，这些对预防肾病都有直接益处。建议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形式不限于快走、慢跑、游泳、骑车等有氧运动，重点是长期坚持。运动时多出汗，也是在帮助肾脏排泄一部分代谢产物，例如尿素可以经汗液排出少许。可以这么说，运动后浑身舒畅的感觉，就是肾脏在对你微笑。第5条，戒烟限酒，远离毒品。抽烟喝酒对肾脏的伤害往往被低估。吸烟会使血管收缩，降低肾脏的血液供应，长期吸烟者肾小球过滤率明显下降，肾病风险比不吸烟者高出许多。此外，香烟中的有害物质还会直接损伤肾组织，并增加肾癌风险。研究显示，吸烟者罹患肾脏癌的几率比不吸烟者高出 50% 以上。酗酒则可能导致高血压和肝脏损伤，间接加重肾脏负担。少量饮酒对一般人问题不大，但长期过量饮酒绝不可取。至于毒品和不当药物滥用，更是对肾脏的猛击，务必远离。为了肾脏的健康，请拒绝香烟。毒品、酒精也要适可而止。第6条，谨慎用药，不乱补偏方。肾脏是人体的排毒工厂，几乎所有药物和化学物质最终都经肾脏处理。一些常见药若长期滥用，可能对肾脏造成慢性伤害。
典型例子是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如布洛芬、双氯、酚酸等，长期大量服用会损伤肾小管，诱发慢性肾炎。某些抗生素、化疗药也有肾毒性，用药需遵从医嘱，并定期监测肾功能。除了西药，中草药和民间偏方也得特别小心。过去曾发生多人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减肥，结果肾脏纤维化萎缩，变成尿毒症，这就是著名的中草药肾病。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可能含重金属，如铅、汞超标，长期服用也会让肾中毒。总之，不管中药西药，经肾脏代谢的东西都不能乱吃。给肾脏减负的一个原则就是，非必要不乱用药，不听信偏方，任何补药或疗法都要经过专业医师评估，否则宁缺毋滥。第7条，充足睡眠，减轻压力。充足的睡眠对于保养肾脏非常重要。人在熟睡时，肾脏的血流动力会重新分配，有利于肾单位的自我修复。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肾脏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时间，交感神经长期亢奋，导致血压居高不下，也会损伤肾脏的微血管。中医讲肾主藏精，熬夜伤肾，其实正有道理。每晚至少确保6至8小时的优质睡眠，早睡早起，让肾脏有时间休养生息。除此之外，学会减压放松也有助护肾。压力大时，体内皮质醇、肾上腺素等激素长期偏高，会升高血压、血糖，间接伤害肾脏。有空不妨做瑜伽、冥想、听音乐，或培养1-2个兴趣爱好，舒缓身心，保持愉快平和的心境，对维持内分泌和免疫稳定很有帮助。肾脏也乐于在一个低压的环境中运作。第8条，定期检查，留意警讯。由于肾脏早期损伤常常没症状，主动筛检就变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或有肾病家族史的人，以及年过40的族群，都应该每年至少做一次肾脏相关的健检，包括验尿、检查尿液中的蛋白、红血球等，和验血测肾功能数据，如肌酐、尿素氮。这些简单的检查可以及早发现肾脏的蛛丝马迹。除了定期体检，平时生活中也要留意肾脏发出的警讯，比如持续性的泡沫尿、尿中蛋白过多、莫名的眼睑或下肢浮肿、夜尿次数突然增多、尿中带血、长期疲倦、恶心、皮肤莫名发痒、食欲不振等。如果有以上症状，尽早就医检查肾脏，别撑着不管。早期发现的肾病，透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往往可以避免恶化到需要洗肾的地步。但若一拖再拖，等到肾功能几乎衰竭才治疗，就为时晚矣。肾脏虽然沉默，但它的健康与否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品质乃至寿命的长短。善待肾脏，其实就是在善待未来的自己。透过每天清晨的小小改变，吃1颗苹果、几串葡萄或一杯清新的柠檬水，再配合我们列出的这些健康习惯，你完全可以让自己的肾脏焕发青春光彩。或许3个月后，你会欣喜地发现，脸色比以前红润了，晨起的浮肿减轻了，血压、血糖更稳定了，精神也更饱满了。这些身体的正向变化都来源于肾功能的悄然改善。当肾脏把体内垃圾毒素清理干净，全身的机能运作自然更加协调顺畅，我们整个人看起来也更有朝气。最后请记住，养肾没有神奇的灵丹妙药，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每天给肾脏一点关爱，常年坚持，将换来肾脏对你长久的回馈。与其将来把大把金钱和时间耗费在透析治疗上，不如现在就开始把肾脏照顾好。从明天起，不妨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温的柠檬水，接着吃半颗苹果或1小把葡萄，用这样的方式开启一天，既美味又健康，为你的肾脏送上一份清新的礼物。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你的肾脏一定会越来越年轻，为你的健康人生保驾护航。让我们一起爱护肾脏，远离疾病侵扰，迎接更加轻盈自在的未来。